各位深夜还在刷视频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三更老姜。夜深人静，正是听那些让人脊背发凉的真实经历的好时候。没有刻意的惊悚，只有网友投稿的亲身遭遇。那些藏在日常里的诡异瞬间，最是磨人。关灯躺下，你会忍不住往床角瞟，总觉得黑暗里有什么东西。这3个故事是最近半个月的新鲜投稿，我会以他们的第一人称来讲述。记得把灯开亮些，被子盖紧，不然听到一半你可能会觉得房间里真的多了点什么。胆小的现在退出还不晚，胆子大的跟我继续。第一个故事，老家阁楼的敲门声。我叫小陈，祖籍安徽芜湖下面的一个小村子，从小在上海长大，老家爷爷留下的老房子，我只在小时候跟着爸妈回去过2、3次。印象里满是潮湿的霉味，剥落的墙皮，还有爷爷那张总是没什么笑容的脸。去年春节前，爸妈说爷爷的老房子空了快10年，再不回去打理，怕是要塌了，顺便也得给祖宗上炷香，尽尽孝心。我其实打心底里不愿意去，总觉得那栋老楼阴森森的，但架不住爸妈坚持，最后还是跟着回了村。那房子是栋3层砖木老楼，建于上世纪80年代，那矮墙的红砖已经斑驳发黑，木质楼梯踩上去咯吱咯吱响，像是随时会散架。阁楼的门常年锁着，挂着一把生了锈的铜锁。我爸说，自打爷爷2013年走后，就没人上去过，里面堆满了旧家具和杂物，灰尘厚的能没过脚踝。我们一家3口住2楼的主卧，房间里摆着一张老式雕花木床，床板硬邦邦的，床头还贴着我小学时得的3好学生奖状，边角已经泛黄卷翘。比一晚，村里的鞭炮声断断续续，闹到后半夜才停。我裹着厚厚的棉被睡得正沉，突然被一阵规律的声音惊醒，咚咚咚，声音不大，却异常清晰，像是有人用指节在轻轻敲击天花板，而天花板的另一头就是那间尘封多年的阁楼。我猛地睁开眼，盯着漆黑的天花板，心脏砰砰直跳，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。大半夜的，阁楼里能有什么？老鼠？还是我不敢往下想。我摸索着打开床头灯，暖黄的光线洒满房间。就在灯泡亮起的那一刹那，敲击声戛然而止。我松了口气，揉了揉发麻的后颈，安慰自己肯定是老鼠在啃木头。老房子里老鼠多，没什么稀奇的。可刚闭上眼睛没5分钟，那声音又响起来了，这一次比刚才更清楚，咚咚咚咚，节奏不快不慢，像是有人在数着数，一下一下精准地敲在我的神经上。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敲击声之间还夹杂着轻微的吱呀声，那是木板被人踩压时榫卯结构摩擦发出的声音，绝不是老鼠能弄出来的动静。我浑身的汗毛一下子竖了起来，手脚冰凉，再也不敢一个人硬撑，赶紧推了推旁边熟睡的爸妈，声音都在发抖。爸妈，你们听，天花板上有声音。爸妈被我吵醒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。就在这时，阁楼上传来咚的一声闷响，这一次他们俩都听得清清楚楚。爸爸皱着眉头坐起来，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，故作镇定地说，估计是风吹的。老房子的木梁松了，风一吹就晃，撞到天花板就有声音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有点干涩，喉结明显地滚动了一下。妈妈的脸色却一下子变得惨白，嘴唇哆嗦着，紧紧抓着被子不敢松手。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声说，别瞎猜了，你爸生前最不喜欢别人上阁楼，连我都没上去过几次。这句话一出，房间里的空气像是结了冰。我突然想起小时候跟着奶奶在院子里玩，曾偷偷问过奶奶爷爷为什么总把阁楼锁着。
奶奶当时脸色一变，赶紧捂住我的嘴，说小孩子别乱问，那阁楼里不干净。那时候我以为是奶奶吓唬我，现在想起来只觉得后背发凉。那一晚我们3个人都没敢睡，就这么坐在床边盯着天花板，手里攥着手机，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，阁楼里的声音才彻底消失。第二天白天，阳光透过破损的窗棂照进屋子，把霉味晒得淡了些。爸爸说要上去看看，省得晚上再吓人。他在院子里的杂物堆里翻了半天，找出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，走到阁楼门口，插进锁孔里拧了半天，咔的一声锁开了。阁楼门被推开的瞬间，一股浓重的灰尘夹杂着腐朽的气味扑面而来，我们3个人都忍不住捂着鼻子退了一步，咳嗽了好半天。等灰尘稍微散了些，爸爸举着手电筒，我们才小心翼翼地走进去。阁楼比我想象的要大，大概有10几平米，屋顶是倾斜的，最高处能站直人，最低处得弯腰，里面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掉漆的旧衣柜，缺了一条腿的八仙桌，一摞摞用麻绳捆着的旧报纸和杂志，还有几个上了锁的樟木箱。墙上贴着几张爷爷年轻时候的黑白照片，照片里的他穿着中山装，表情严肃，眼神阴沉沉地看着镜头，看得人浑身不自在。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灰尘，足有手指那么厚，我踩在上面，灰尘没过鞋底，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。空们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，除了我们3个人的脚印，其他地方连一点凌乱的痕迹都没有。樟木箱摆得整整齐齐，没有被撬动过的痕迹。旧衣柜的门紧闭着，里面挂着几件爷爷的旧衣服，都结了蛛网。墙角的老鼠洞被灰尘堵着，看起来很久没有老鼠出没了。你看我说吧，就是风吹的，什么都没有。爸爸拍了拍手上的灰，试图缓和气氛，但我能看出他眼神里的不确定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在村里的亲戚家吃了晚饭，回去的时候，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，惨白的月光洒在老楼的墙上，显得格外阴森。爸妈说白天都检查过了，没什么好怕的。我们便又睡进了2楼的主卧。我以为那晚能平平安安度过，谁知道刚睡着没多久，就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。这一次，声音不是来自天花板，而是来自阁楼的门，咚咚，规规矩矩的3下，像是有人站在阁楼门外面，用指节轻轻敲着门板，想要下来。我当时就吓哭了，死死抓着妈妈的胳膊，不敢松手。爸爸的脸色也变得难看到了极点，他咬着牙摸起床头的手电筒，说了一句我去看看，就推开门冲了出去。我和妈妈站在他身后，站在2楼的楼梯口，看着爸爸一步步走上3楼。楼梯的咯吱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，每响一声，我的心就跟着揪一下。爸爸走到阁楼门口，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拉开了门，手电筒的光线瞬间照了进去。阁楼里空荡荡的，除了那些堆着的杂物，什么都没有。灰尘依旧厚厚地铺在地上，没有任何新的脚印，也没有任何移动过的痕迹。爸爸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手电筒的光线在阁楼里来回扫着，真的没人。我和妈妈松了口气，可刚放松下来，那敲门声又响了，咚咚咚，还是从阁楼门的方向传来，像是敲在了我们的心上。这一次我们再也不敢待了，爸爸赶紧关上阁楼门，拉着我和妈妈就往楼下跑，连行李都没顾得上收拾，连夜开车去了镇上的旅馆。躺在旅馆的床上，我还是浑身发抖，耳边总像是回响着那敲门声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回村里拿行李，顺便问了问村里的老人，爷爷的阁楼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村里的王大爷叹口气，犹豫了半天才跟我们说，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啊，村里乱，他在阁楼里藏过一个外地人，说是欠了债躲仇家，
后来那外地人就失踪了，再也没出现过。从那以后，你家阁楼就不太平，只要有人住，夜里总有人敲门，像是想出来。我听了这话，浑身冰凉。原来奶奶说的不干净是这个意思。这件事过去1年多了，我现在还住在上海，可偶尔半夜醒来，还是会听到咚咚的敲门声，像是从天花板上传来，又像是从门外传来。我总在想，那到底是爷爷藏的那个人不甘心被困在阁楼里，还是爷爷自己在守护着那个秘密，又或者是在向我们求救？老家阁楼的敲门声藏着跨越多年的秘密，也藏着挥之不去的恐惧。但有些恐惧不是来自遥远的过去，而是来自我们身边，来自那些看似平常的物件。就像下一个投稿人遇到的事，恐惧的源头竟然是衣柜里一件不起眼的旧衣服。第二个故事，衣柜里的旧衣服。我是一个普通上班族，在成都租了一间老公寓的一室户，房租很便宜，交通也方便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房子有点老，装修都是10几年前的样式。不过我一个人住也没太在意，安进去的第1个月一切都还算顺利，可从第2个月开始，我总觉得房间里怪怪的。有时候下班回家会发现桌子上的东西被挪动了位置，有时候半夜醒来会听到轻微的沙沙声，像是有人在翻东西。我以为是自己太敏感，或者是房子老了难免有各种声音，也就没放在心上。直到有一天周末，我想着整理一下衣柜，把换季的衣服收起来，打开衣柜门，我突然发现衣柜最里面的角落挂了一件我从来没见过的旧外套。那是一件深蓝色的风衣，款式很老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，面料摸起来硬邦邦的，像是很久没洗过。我仔细想了想，搬进来的时候衣柜是空荡荡的，房东也说上一个租客把东西都清干净了，怎么会突然多出来一件外套？我拿起外套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标记，结果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泛黄的车票。车票是15年前的，起点是成都，终点是重庆，上面的名字已经模糊不清了，只能看清日期。我心里有点发毛，赶紧给房东打电话，问他这件外套是不是上一个租客落下的。房东想了半天，说上一个租客是个男生，3年前搬走的，当时东西都清干净了，没说落下什么。可能是更早之前的租客吧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我也记不清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吉利。一件15年前的旧外套，一张15年前的车票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衣柜里？我不敢再留着，赶紧把外套塞进垃圾袋，紧紧扎好口，丢在了阳台的角落，打算第2天一早扔出去。那天晚上，我睡得很不安稳，总觉得房间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。睡到半夜，我突然被一阵沙沙声吵醒，声音很轻，像是有人在翻衣服。我心里一紧，悄悄睁开眼，房间里一片漆黑，只有窗外透进来一点微弱的光。那沙沙声还在继续，像是从衣柜的方向传来。我吓得不敢动，紧紧闭上眼睛，心里默念着没事没事，是风吹的。可那声音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近，像是有人打开了衣柜门，在里面翻找着什么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猛地坐起来，按下了床头的台灯。灯光亮起的瞬间，沙沙声停了。我盯着衣柜犹豫了半天，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过去。衣柜门是关着的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拉开了门。里面空荡荡的，我的衣服都整齐地挂着，没有任何翻动过的痕迹。可就在我松口气的时候，目光突然落在了衣柜最里面的角落，那件我丢掉的深蓝色风衣，这安安静静地挂在那里，和我早上看到的一模一样，甚至连褶皱都没变。我吓得后退了一步，浑身发冷。
我明明把它丢进垃圾袋扎紧了放在阳台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赶紧跑了阳台，那个垃圾袋不见了，连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我不敢再碰那件外套，也不敢再待在房间里，连夜去了朋友家。朋友听了我的经历，说可能是我太累了，出现了幻觉。可我知道，那不是幻觉，那件外套，那张车票，都是真实存在的。第二天，我找了几个朋友，陪我一起把那件外套打包好，跑到很远的一个拆迁的地方扔掉了。回到家，心里才稍微踏实了一点。接下来的2天都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。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可第3天早上，我起床后鬼使神差地打开了衣柜，那件深蓝色的风衣又挂在了最里面的角落，干净整齐，像是新买的一样。口袋里的那张车票也还在。这一次我彻底崩溃了，我再也不敢住在这里。当天就找好了新房子，下午就搬了出去。搬离之前，我又给房东打电话追问上一个租客的事。房东被我问得没办法，才支支吾吾地说了实话。其实上一个租客不是3年前搬走的，是15年前出车祸死了。他家人来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怎么找都找不到他最常穿的那件深蓝色风衣，没想到竟然在你衣柜里。我听了这话，浑身冰凉。15年前出车祸的租客，15年前的车票，还有这件总也丢不掉的风衣。现在我换了新房子，装修很新也很明亮，可每次打开衣柜，我还是会下意识地看向最里面的角落，总觉得那里会突然出现一件深蓝色的风衣。我常常在想，那件风衣是不是一直没等到它的主人回来穿，而它一次次出现是在寻找主人，还是想让我帮他找到主人？一件丢不掉的旧衣服，连接着生与死的距离，也带来了无尽的恐惧。但最让人绝望的恐惧，不是来自物件，而是来自那些明明已经结束却又突然重演的瞬间。就像下一个投稿人在一家老旅馆里接到了来自8年前的电话。第3个故事，旅馆房间的电话。我是做业务的，常年出差，住过各种各样的酒店和旅馆。我对住宿没什么要求，干净安全就行。可3年前在西安住的那家老旅馆，让我至今都有心理阴影。那年我去西安谈一个案子，因为预算有限，就找了一家离客户公司不远的老旅馆。旅馆看起来有些年头了，装修很复古，墙壁上贴着花纹墙纸，有些地方已经剥落。房间里摆着一张老式弹簧床，还有一部黑色的转盘电话，看起来就是上世纪的物件。房间在3楼，是整个楼层的最后一间。入住的时候，前台特意提醒我，房间里的电话可能不太好用。我当时没在意，点了点头就上楼了。谈了一天案子，我累得不行，回到房间就洗漱睡了，睡到半夜1点多，我突然被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吵醒。那铃声很响，带着一种老旧电话特有的沙哑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突兀。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摸过电话接了起来。电话那头没有声音，只有沙沙的电流声，像是信号不好。喂，哪位？还是只有电流声。我以为是有人打错了，皱了皱眉，挂了电话。刚躺下没2分钟，电话又响了，还是那种刺耳的沙哑铃声。我有点不耐烦了，接起来就问，到底是谁呀？打错了。这一次电话那头不再是单纯的电流声，而是传来一个模糊的女声，很轻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又像是从水底传来。你在哪儿？我一下子清醒了，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这声音陌生又诡异，绝不是我认识的人。你是谁？你打错电话了。我说完赶紧挂了电话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松了口气，躺在床上，心脏还在砰砰直跳。
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10分钟后，那刺耳的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。我吓得差点从床上滚下来。我盯着那部黑色的转盘电话，它就放在床头柜上，铃声越来越响，像是在催促我接起。我再也不敢待在房间里，抓起外套就往门外跑，直奔1楼前台。前台的工作人员看到我慌慌张张的样子，吓了一跳。先生，怎么了？电话，我房间的电话，还有女人说话。我气喘吁吁地说。前台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犹豫了半天才说：先生，您别着急，您住的那间房302，那间房的电话线早就坏了，好几年都打不通了，也接不到电话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坏了，那我刚才接的是谁的电话？前台摇了摇头，没说话，只是赶紧给我换了一间2楼的房间。躺在新房间的床上，我一夜没睡，脑子里全是那个女生。你在哪儿？第二天一早我就去退房了。退房的时候，我忍不住问旅馆老板：老板，302房间是不是出过什么事？老板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手里的算盘都停了下来。过了好半天，才压低声音跟我说：8年前有个女生住在那间房，跟男友吵架了，想不开割腕自杀了。听说她自杀前给男友打了最后一个电话，可男友没接，从那以后，那间房的电话就总在半夜响。有时候客人接起来，会听到一个女生问你在哪儿。我听了这话，浑身冰凉。8年前的自杀案，还有那个在深夜里询问你在哪儿的女生，原来我接到的是来自8年前的求助电话。这件事过去3年了。我现在出差再也不敢住老旅馆，尤其是那种有老式电话的房间。就算住新酒店，半夜手机响了，我也会犹豫半天才敢接起。我常常在想，那个女生是不是还困在那个房间里，还在等着男友的回复？她一次次拨打那个永远没人接听的电话，是不是还在寻找那个让她绝望的答案？3个故事都讲完了，不知道你们听完有没有觉得后背发凉？这些经历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，可对于亲身经历的人来说，每一个细节都是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亲身经历，或者听到过什么诡异的故事，欢迎投稿到频道下方的投稿表单，或者直接在评论区留言，老姜会认真阅读，并挑选合适的故事。喜欢这期内容的小伙伴，麻烦帮老姜点个赞，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3更老姜，每周2、周5深夜陪你听最真实的怪谈，下期不见不散。晚安，做个好梦哦。